指责中国干预选举，加拿大媒体的这一次舆论攻击水平有点低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一华。加拿大又要污蔑中国，背后暗藏哪些阴谋呢？中方及时发声驳斥。据媒体报道，近日有加拿大媒体再次炒作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，还污蔑称中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是所谓的情报人员。对此，中方发声驳斥，并对加媒不负责任的做法表示坚决的反对。加拿大媒体的炒作不仅毫无依据，而且从逻辑上也站不住脚。首先，自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不干涉他国内政就是中国外交事务的一大准则。这些年来，中国一直都谨守这一准则。涉及他国内政的话题，中国几乎全部都予以回避。例如，当初特拉斯和苏纳克竞选时，有记者曾问中方的看法，但中方明确表示这是英国的内政，我们不做评论。其次，干涉加拿大内政对中国来说毫无意义。地理位置已经决定，加拿大一定会成为美国的后院。美国对加拿大的政治影响力不可能被轻易替代。回顾历史，不难发现，中加关系的好坏和中美关系有着直接的关联，这能间接证明美国影响加拿大外交对华政策的影响力。所以，干预加拿大选举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我们也不感兴趣。反倒是加拿大多次在涉港、涉台等中国内政问题上极力推波助澜，如今却扬言中国干涉其内政，完全是贼喊捉贼。最重要的是，加总理特鲁多已经承认相关指控根本不存在。其实早在去年11月份，加媒就曾大肆炒作过这一话题，而且报道描述的有板有眼，污蔑称个别选举人员接受了中方的资助，还称相关部门已经向特鲁多提交了调查报告。但事实上，去年12月份，特鲁多在接受国会质询时就已经证实，候选人根本没有直接甚至间接接受过中方的资助，他本人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这件事的报告。所以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部分加拿大媒体在背后恶意炒作，而且这次对中国发动舆论攻击的水平很低。他们这样做只有两个目的：第一个，恶意渲染中国威胁论，以讨好美国。媒体虽然整天把自由民主挂在嘴边，但实际上大多数都接受了政府或者某些利益集团的资助，充当他们的喉舌，所以经常会罔顾事实，编造虚假信息，诋毁中国。例如，当初加拿大为了配合美国打压华为，一手制造了孟晚舟事件。去年，加拿大甚至也出台了印太战略，并屡次派遣军机抵近中国领海，大搞侦察活动。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转移民众的视线。近期各国都相继出现了不明飞行物，加拿大也不例外。但由于其国防安全基本上完全交由美国负责，所以不得不请求美国把不明飞行物击落。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，所以加拿大政府便利用炒作中国威胁论，以转移民众的视线。受孟晚舟事件影响，当前中加关系仍未能重回正轨。如今加拿大又主动挑衅，所以我们要提防在新的一年里，加拿大会更加深度参与美国的印太战略，合起伙来攻击中国。我们要提前做好各种应对措施，给予坚决有力的反击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